罗斯吸引火力，拜登放出软话，证明中国的外部环境持续趋好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元创。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，这场战争对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，特别是对中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？我们能从前几天结束的 G7 会议上看出端倪。虽然很多媒体把 G7 说成是反华俱乐部，但是如果我们理性的分析一下，就会发现还不至于如此。G7 发布的联合公报提到中国的次数有20次，从台海、东海、南海局势到涉港、涉疆、涉藏等问题，以及中国的核力量、人权等问题。但是这些说辞年年如此，没有任何新意。该公报涉华部分还出现了去风险化、经济胁迫等新的关键词，这些关键词暗指中国，但是没有敢提中国。公报里增加的关键词虽然涉及到了对华的政策方针，但是文字中也提到不是在脱钩，不是为了伤害中国，所以还不能说 G7 成了反华俱乐部。在这次会议上，真正的焦点应该是泽连斯基，他强化了峰会上挺乌抗俄的氛围和急迫感。泽连斯基被网友戏称为地球酋长，在这次大会上几乎占据了 C 位，而俄罗斯也毫无例外地收获了发达国家集团的大部分火力。抗俄事业又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些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有所缓和，或者说无法形成合力，几乎就是在那里打嘴炮。拉夫罗夫则批评 G7 峰会是在试图孤立俄罗斯和中国，这个外交技巧非常高明，但脱离了这次公报的重点，那就是集中力量反对俄罗斯。这从一个侧面证明，俄乌冲突发展到现在，俄罗斯实实在在地吸引了西方国家的大部分火力。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看 G7 会议所释放的信号。首先， G7 第一次提到了反对经济胁迫，但是未点名中国，反而给美国上了枷锁。经济胁迫，这原本是美国人最常干的事儿，这次由美国拉着发达国家一起强调，这本身就非常有意思，无非是暗指中国使用这种手段收拾过澳大利亚和立陶宛，但是由于没有点名中国，这也等于限制了美国使用经济胁迫手段的力度。拜登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双层含义。美国发动的对华芯片战争原本就是经济胁迫，而美国还在胁迫日本和荷兰等国配合其行动，那么其后续采取的相关行动，其空间就将变小。面对 G7 的暗怼，中国的批评火力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日本身上，这个分化的策略也非常高明。第二， G7 对中国斡旋乌克兰危机仍有期待，证明中国的中立立场非常有价值。G7 目前对中国调停俄乌战争抱有希望，主要原因是战争手段不一定能够最终解决问题，他们要给自己留条后路，避免战争进一步升级，需要中国的斡旋。另外，欧洲国家甚至把中国当成制衡美国影响的关键力量，法国、德国和意大利与其他国家不是一条心。第三， G7 峰会强调避免与中国脱钩，甚至还要增加对华投资，这与美国的期许是背道而驰的。包括德国总理、英国首相等纷纷表示要与中国保持合作，甚至要增加对华投资。这个呢也很有意思，嘴上赞同美国的去风险说法，实际上却在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，这本身就是对美国脱钩战略的否定。第四，拜登声称中美关系很快就会得到改善，说明美国面临着更大的压力。拜登表示认同 G7 对中国采取一致的态度， G7 的目的是降低风险，而非与中国脱钩，强调美中关系很快就会解冻。一方面，美国现在的内部风险急剧上升，更需要中美关系的稳定；另一方面，拜登政府不是不想与中国脱钩，而是其他 G7 国家根本不配合，而美国独立推进新冷战也极不现实。总体而言，在乌克兰危机持续的背景下，中国不但保持并扩大了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，强化了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力，也在改善与欧洲大国的关系，同时又避免了美国所推动的对华脱钩战略。中国当前最大的战略利益就是发展，
与所有的国家发展经贸，当然这里面也包括 G7 成员国。只要美国无法推动对华脱钩，对中国而言就够了。我们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独立一极，外部环境持续趋好，证明我国当前的外交政策正在获得巨大的成功，也意味着美国的影响力在逐步的衰落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